没有我松掉的时候，我一沉的时候，是不是就产生了不平衡了？我一沉的时候不就往下沉吗？但是因为胸腔是重的啊，当我一沉的时候，胸腔它的力量是往哪走的？往这去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我在这边站着，我这边站着可以站稳，我一定是什么？我一定是用肌肉稳定住了我这条腿嘛，或者说稳定住了我的髋关节嘛。我的髋关节是活动度很大的啊，你不可能在这边站稳啊，你一定是有控制它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当我的势有了以后，当我这个出来了以后，当我把这边一放掉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就出去了，听不懂？沉是支撑腿，收是要出去。不是，沉是创造出那个往前的势，创造出你要走的势，你要去的势。你看哈，比方讲我用含肌步，我这样站的时候，它没有势吧？它没有势，因为它是平衡的嘛。我把腰一松掉，我如果这样站的时候，它有势了。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吗？所谓的势应该是我想要，但是还没。不是，势是一个力量的移动，跟力量未移动之前储备了那个准备移动的那个力。让你在所有高山滚谷嘛，在山上的斜坡放一块石头，这块石头还没滚，可是它那个势就已经存在了嘛，因为有那个不平衡在，跟有那个石头的质量在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平地它就没有势嘛，所以当我在这边站的时候是在平地，它没有势。可是当我创造出一个不平衡，当我一这样的时候，我的胸腔是不是往前移了？太用力也可以。你看哈，这样子，我做稍微大一点，我先松腰，我先不松胯。当我腰一松掉的时候，从这里到这里，有没有感觉到产生一个势了？你看不出来，你到我前面来，好，你感觉我这样站，你的感觉跟我这样站，有体会到吗？这个就是势，我还没动，可是我的势已经存在了。那我让这个势走，我就把现在的平衡。我的势虽然出来了，可是我抓住那个势，我没有让它走嘛，所以我要放哪边？我要放这里。当我这边一放的时候，它啪就走了。什么原因？因为重力本来应该让它下去的嘛，可是我让那个重力产生一个什么？本来向下的运动，我用这个重量让它往前带走。所以第一动产生于哪里？第一动产生于自然力，重力。听不懂？可是我觉得很难做。废话嘛。真的很难做，因为我下去就要赶快出去了。那就是你对这个动作的意图，那就是意了。这样不懂？很多，比方讲，我这个是这样站的。我这个是这样站，这个时候我能够在这边站定，表示什么？表示我用力量把这个髋关节固定住了嘛，它才不会随便晃嘛。好，当我放掉它的时候，它要往哪转？它可以往这转，我放掉它的时候，它可以往这转，它可以往这转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我要往那边去。这个时候我的意念，当我一松的时候，我这边一放的时候，它把意念往那带了，啪，我这个脚就上来了，这样不懂？势先走，这样不懂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观念的 gap， 因为传统是什么？传统是用，好，当我这样子，我要发出一个力量。传统是什么？我用动作来产生力量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大部分的观念都是
用动作来产生力量，所以我用腿力、用腰力、用肩力、用什么力量？可是你有这个势的观念的时候，不是，是先有力量。当我这样的时候没有，这样的时候力量已经出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当我这个拳要打出去的时候，我要做的是什么？第一动是什么？第一动是一放，而不是这个，听不懂？所以我们每一个动作出去的时候啊，都是已经形成那个势了，形成那个力量了。所以力量在前面，我的动作在后面。我本来以为老师是下去是重力的势能，结果不是。是啊，因为你出来的时候不是。我把这个往下的势能转换成这个嘛，跟你们没有看过那个铁弹珠的那个实验吗？啊，走一个弧度嘛，它本来是往下啊，可是它这个轨道把它往横带嘛，这是一样的。因为就像我们这个手臂嘛，手臂我在这放着，本来说我放掉它就往下落嘛，因为重力嘛。可是当我放下的时候啊，我不让它往横落，它会朝哪走？它会朝前走嘛，因为我在这边挡到它了嘛。我不是故意挡它，我是那个筋的支撑力出来了，筋的支撑力形成一个轨道，你们有没有懂吗？筋的支撑力要形成力量的轨道，你的肢体就会跟着那个轨道走。所以我要打你的话，一般我用动作产生力量，我是这样子的，我是这样打的，这是动作，啪，我的动作局部肌肉或者越强，打越有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我们这样打不是，我们这样打，我就是手放着，我要打你的时候，我是把这边一松，你看，一松是这样打，是这样打。这个力量先出去，我的动作才到。哇，这有点这样会懂？感觉到我没办法做。这就要练嘛，放松嘛，关节松开嘛。有一个东西在动作之前，对，奇怪，我不知道怎么弄。那就是势啊，那对啊，什么东西都有势啊。台风形成以前不是先有势吗？我本来是想的是重力位能或弹力位能这种东西，可是结果不是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所以就很奇怪。对，其实也是重力啊，只是改变了那个重力的轨。下去是，可是出来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它也是，只是轨道变了嘛。我的手在这边是受到重力的影响嘛，在这边它一样啊，它一样受到重力的影响。你有一个动机在重力，在动作之前就出来了，我不知道那就是不平衡产生的，听不懂？平衡的东西完全没有势，平衡是没有势的，不平衡才有势。所以练拳不能只练平衡，练拳真正练拳要练不平衡，不平衡里面才会产生功来。所以他的运动观念跟身体锻炼观念跟现在的不一样。现在你去练什么健身什么，第一个要平衡吧，然后你平衡的时候，你练的力量是你自己身上的力，是吧？那个压力那个什么都在你身上。可是这种东西它不是，我是借助不平衡。我们在走掌的时候，你要创造出一个不平衡的势来。所以当我这个势在走的时候，我的脚还没落，可是我的身体要支撑住这个不平衡，里面就产生了核心的力。它是自然产生的，它不是你去刻意的练的。听不懂？那你要去拿一个东西很远，你的身体会很不平衡吗？在将倒未倒的时候，你快倒了，你身体它是不是会抓住那个东西？所以可以给我一个建议，就是走掌的时候，我怎么去练那个不平衡？
先做好平衡。这个不平衡是从平衡里面出来的，它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不平衡，它不是因为不稳而出现的不平衡。听不懂？你喝醉酒的那个摇摇晃晃不平衡，跟别人练醉拳出来的不平衡是不一样的。听不懂？所以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不平衡，我才可以用。混乱产生出来的不平衡，我没有办法用。听不懂？所以先练长，再练变。这样懂了？一点。对，你知道什么是稳定？当你不稳定的时候，你才会知道，你才会知道怎么去创造那个不稳定。你从哪边创造？我说一走先练胯，因为它是一个最大的、最活动的关节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当我要产生不稳定，我要移动的时候，我的胯一落，就走了嘛。可是我可以从身上任何一个可动关节创造出来不平衡。那我从腰上面，我这边一松掉，走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腰啪就走了。这样懂吗？老师，那个势的表现是不是可以称作重心的转移？重量的转移，重量的转移，不是重心的转移，重心没有变，重量的分布变了，听不懂？啊？重心是没变。对。我重心在这边，它一样在这边。当我产生不平衡，我这个一松掉的时候，重心没有变啊。重量分布不一样。重量变了，我的身体跟重力的关系变了。我这样的时候，我身体跟重力的关系是垂直的，每一个部位都是垂直的。当我一松掉的时候，变了，变成有两条线了，两条重力线，听不懂？一条重力线在这边产生了，一条重力线是原来的，听不懂？所以我们在移动的时候，一定是有两条重力线，你才会稳。如果移动的时候失掉了另外一条重力线，你就乱掉了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可掌控的不平衡。为什么两个中力线会出来的？自然的跟我们想这个点。不是因为身体的结构变了吗？我这样的时候是不是上下是在一条线上面？所以这个时候我的重力线只有一条嘛。可是当我把腰松掉以后，我的胸腔往一移，这个时候这边产生出一个重力线了。我如果把腰往这边移，我是不是产生了另外一个重力线了？所以我放掉的时候变成是这个重力线在带了嘛？听不懂？所以稳定的时候，你只有一条重力线。你创造出另外一条重力线的时候，你就产生了不平衡，产生不平衡就产生势了。听不懂？跟那个大石头往下滚是一样的嘛？它在平地上面，重力线只有一条，正中央那一条嘛。它在一个斜坡上的时候，它还没动，可是本身的重力线跟这个重力线，它产生了一个这个的重力线，是吧？你把它一放掉，这个斜坡是适合这个重力线走，是不是？它走的每一个地方，它中心的重力线并没变啊。没有，我原本想表达变是指它有点横移的状态，那造成那个重量的分布。
有变动。不是，是你一开始那个结构改变了以后，第二条重力线就出来了。这样不懂？所以当我们拿重杆子练长杆子嘛，重量的，或者你拿一个重兵器在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没动，可是那个不平衡已经产生了。所以你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用你的中央的这个重力线把这个重量支撑住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它变轻了。第二个是你外面这个放出去，它产生第二条重力线了，这样不懂？所以当我一放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跟着这个走了。当我跟着这个走了，你练兵器练什么？你要跟着它走的话，你就是跟着产生的另外一个重力线走。如果练轻兵器，你是练着你自己身体的重力为主，在使用那个兵器的时候，你是一条重力线。这样子能懂吗？跟起重机一样嘛，是吧？起重机它自己的重量是一个重力线啊，这个为基础。可是它抓着那一端产生出另外一条重力线，跟地相对的嘛。听不懂？重力都是跟地相对的啊，它可以让我们的动作、我们的肢体产生出重量来。这样子能听懂吗？所以要问问题啊，他们会问问题，还可以讲到这一步。以前跟你们讲这个东西，没有讲到这一步。所以你们问的越细，我会讲的越细否则想不到需要讲它好，还有问题吗？没有啦，好，那去体会一下。我讲的这个东西啊，可以在生活里面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去体会好，下礼拜见。谢谢老师。